你好，我是博内。今天我们来聊聊库切。库切，一个在国内读者视野中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小众冷门的作家名字。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放置于国际英语文坛时，会发现用拿奖拿到手软这样比较直白的短语去形容这位作家也丝毫不为过，甚至还算贴切。2次布克奖，3次 CNN 文学奖，1987年的耶路撒冷文学奖，以及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报菜名师的荣誉和奖项肯定无法完全涵盖一个作家的全部价值与文学才华，但他们似乎是在向我们反复发出一份阅读的邀请函。邀请函上的内容大概会是那些由库切构筑的文学世界，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细心品读。我们总会对那些曾出现在自己青春中的文字与作家怀有某种特殊的情绪。我对库切其实也有一些非常个人的情感。高中时读库切的名篇《等待野蛮人》，会为他那些冷峻又时常瑰丽到心颤的文字而惊叹。大学时走在西宁城东区的夏都大街上，在一个播客里听到库切的小说《青春》，节目里似乎提到这位低调阴郁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总会如同黑洞般将聚会房间的原有气氛全部抹掉。不善社交的自己当时听到这种作家趣闻，一下子就对库切产生了亲切感。今年看到磨铁出品的库切作品集，包括《道德故事集》《慢人》《黑铁时代》，涵盖了从长篇到短篇的文学跨度，感觉这是一次让我们可以重新进入库切的文字世界的美好契机。1940年，作为一名荷兰裔移民后代的库切，出生于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提到40年代的南非，有一个相当沉重的关键词很难绕开，那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原意为孤立、疏远，源于南非语。该制度于1948年南非大选时成为正式政策。南非居民被粗暴地分为4个种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及印度人。60年代，南非曾发生近代史上极大规模的驱离行动，近350万非白人的南非人从原有居所中被强制驱离至分隔区域。1994年，由曼德拉带领的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多民族的民主选举中最终获胜，而这场多民族的选举终于标志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得以结束。而库切的成长时期正值这一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广泛实施。制度化的不平等对于特定人群系统性的排斥，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制度的不道德，而这样的成长背景也深刻影响了库切的文学创作。种族隔离的黑色梦魇常常笼罩在库切的笔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后种族隔离时期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赤》。而在4月全新出版的《黑铁时代》中，库切则使用了更为直接的文学手法，一面强攻种族隔离制度。小说采用信件作为载体之一，叙述了主人公科伦太太，一位因癌症处于生命弥留之际生活于南非的白人女性所目睹的诸多社会悲剧：黑人少年的惨烈死去，白人警察的粗暴行径。尽管处于一个相对被保护的社会阶层，但那些如同传染病般在社会中蔓延扩散的暴力与不公，在主人公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不安与愤怒、无力与羞耻。一个充斥着激烈矛盾的时代的罪与罚，在克伦太太的眼中，在她向女儿的信件呢喃里得以呈现。正如刚刚的叙述，道德与种族隔离政策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回避的深层联系。在历史泥淖中生活成长起来的库切，有意识地选择了将道德作为自己作品的核心主题，这也是他手中紧握的那把打开人性深层探讨大门的文学钥匙。在中文版首次引进的库切短篇小说集《道德故事集》中，道德这一主题更是得到了非常立体化的呈现。亲情、家庭、动物与人、青春与衰老，这些书写视角被分别放置于小说集的7个故事之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书中最后一篇《玻璃屠宰场》。故事开头便抛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道德悖论式的情节：约翰母亲为了保护动物免于屠杀，因而想通过建设一个开设在城市中央、掩饰屠杀的玻璃墙面屠宰场来让人们警醒。之后的小说文本则是一种嵌套结构，其中通过母亲寄来的文件和日记，巧妙地开始了关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探讨这层关系的镜面所反射出的人类道德问题。在许多刻板的理论中，动物经常会被看作是人类道德审判的对象，动物似乎意味着纯粹的本能和欲望，而人类则可以自认为是理性的化身。在小说第3节中，母亲的随笔谈到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动物进入世界的途径是有限的，甚至是贫乏的。然而，海德格尔的私生活，他与汉娜·阿伦特备受争议的恋情，则似乎与他自诩的理性相悖。
反而更加接近于动物式的欲望。为什么我每次像蜘蛛一样撒出自己的思想，试图理解海德格尔时，我都看到在福登堡某个下雨的周四下午，他同他那血气方刚的学生躺在床上，两个人都光着身子躺在一床宽大的德国羽绒被之下。交配已经结束，他们并肩躺下，他在倾听，而他喋喋不休，谈论着对动物而言，世界要么是一个刺激物，是地面的一次颤动或一股汗水味，要么就什么也不是，是空白或不存在。他谈论，他聆听，满怀对其老师兼情人的真心，尝试理解他。尽管库切的作品经常与南非的政治历史交织在一起，但我们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将他的文学作品归类于政治写作。从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我始终觉得库切的文字本身便是一种富含美感的艺术。那些内敛克制的语言质感以及许多精巧的对话设置，让其作品远远超越了表面的政治议题。在这套库切作品集中，长篇小说《慢人》讲述了一位名叫保罗·雷蒙特的老人因车祸失去右腿，从而面临生活重大变故。早已被生活遗弃的雷蒙特再次接受命运的伤痛重压，这份内心与肉体的双重残缺该如何用文字呈现呢？库切在第3章初始用几句话就相当传神地写出了雷蒙特人生那种巨大的失落与孤独。从这个世界无声地穿过，在过往的年代里，人们就是这样形容他这个人的：离群所居，独善其身，默默无闻，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如果没有留下后人来评判他的人生，如果连神灵都放弃了评判，只是自顾自地剪指甲，那他就自己评判自己，白活一回。如果连神灵都放弃了评判，只是自顾自地剪指甲，这句话相当酷切，举重若轻的笔触极为精准地道出了雷蒙特经历的沉重。而小说末尾第30章，雷蒙特与如同一阵风般忽然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发生的最后对话，也具有一种格外意蕴悠长且饱含岁月沧桑的感觉。曾因为护工玛丽亚娜重燃生活激情的雷蒙特，如同命定般，在一个无言的告别动作中，再次走入了小说末尾那个句号之后的孤独，一种库切文学式的孤独。这是爱吗，保罗？难道我们终于找到爱了？在临近傍晚清晰的光线下，他能看到每一个细节，每一根头发，每一条血管。他审视着它，又检视一番自己的内心。不，最后他回答说，这不是爱，这是别的，和爱尚有差距的东西。可是没有你，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他仿佛在微笑，但嘴唇却在颤抖。这就由你自己决定了，伊丽莎白。听说大海里有很多鱼，而至于我，至于现在，再见了。随后他俯身向前，按照从小就学过的正规礼仪，在他脸上亲了3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再一下。